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就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蓝图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。所以让谁不抓住幸福，充满脚步，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，穿越流言才能遇见祝福，时间会帮我庆祝。所以要学会满足，而不是去羡慕，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。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，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阿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啦，妈。阿燕，阿燕，阿不给，阿不给，Come on，阿不给。阿巴哥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只是想跟你谈谈，没有其他的用意。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。你阿妈说你很乖，很懂事。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阿妈还有你弟弟。 Shut up 了！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啊？你跟我们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凭什么管我们呢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到我阿妈家来啊？进一关就可以随随便便上人家吗？我告诉你，我阿妈已经老了，要是有什么东西发生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Abigail，你别误会，我之前并不知道安迪是你阿妈。她去监狱探你爸爸，我看他一个人走得很辛苦，就把他送回来。不是吧？大家不是说新加坡人非常冷漠的吗？老人跟孕妇上个地铁，连让个位的人都没有。我阿嬷怎么那么幸运呢？随随便便就有一个好心人送她回家。Man， 既然你那么好心，我拜托你不要再麻烦我了。Abigail，我真的没有要为难你的意思。没有要为难我，那你为什么从12楼追到来楼下，又从楼下追到来这里？我找你是因为我知道，你想帮我嘛？你们这种人啊，自以为很厉害，好像那些所学我的哥哥考试了一样，说什么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算了，你们这些话我都会背了。Abigail，你不要再堕落下去了，你还有美好的前途在等着你。Abigail，回头是岸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堕落啊，我就是不知廉耻啊。可是那又怎样？我就是喜欢过这样的生活，所以我拜托你们这些伟大的人不要再来烦我了，好不好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就去死吧！阿不哥，放开我 ！Sorry， 如果我那样无情冷酷对你，你会比较自在吗？什么叫做你不需要人家帮忙？不要天真了。这个世界，没有人能够独立生活，人都需要互相依靠、互相扶持、互相帮助，才能够活得下去。你为什么要帮你阿嬷？为什么要帮你弟弟？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，帮助他们是你的责任。可是我为什么要帮你阿嬷？她既不是我家人，又不是我亲戚，我为什么要把她送回来？因为
我也曾经被陌生人帮过。我18岁那年，一家人到澳洲旅行，回国的那一天，车子在路上出了意外，我父母当场死亡，我和妹妹都受了伤，我的伤比妹妹的严重，流了很多血，当场晕了过去。事后，我从报纸上看到，当时有一辆路过的车子停了下来，一位老妇人帮我按着流血不止的地方，直到救护车赶到。对那个老妇人来说，我只是个陌生人，可是她却没有撇下我不管。今天我帮了你阿嬷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你阿嬷或是跟她同样年纪的老人也会帮我。人生有太多的未知数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人家拉我们一下，扶我们一把。所以 Abigail， 不要再说你不需要人家帮忙了，因为我们都需要人家帮忙，也应该随时准备帮助别人。我们都要抱着这样的心情过生活。浩莲果然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你真的很会选人。是浩莲告诉你的。说到他，我想，只有你才能帮上这个忙。他太有性格了，有性格到所有的人，包括他爸爸、阿姨、哥哥、姐姐、妹妹，当然还有我，都拿他没办法。但是我相信，他一定会听你的话。所以，你一定要帮我们这个忙，因为陈浩莲是个随时会闯祸的家伙。可是我已经叫他不要来找我了。可是他固执起来，谁也说服不了他，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在这个地方谈话好像不是太适合。你去附近的咖啡店等我吧，我很久没有回家了，我想看看我阿妈和弟弟。看完之后我再来找你。OK？你忽然间跑掉，吓死我了！因为我发现我钱包不见了，所以就去找咯。找到了吗？嗯，找到了。对了，阿妈，你就不要再去看那个人了啦，他又不是在你没得吃没得喝，你少替他担心啦。他说他快要死了，说他得了 cancer， 要开刀。阿妈，他的事你就不要再管了。陈浩莲，你这个人怎么不干脆的？你不是已经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吗？我有重要事要跟你说。不要又来这一套。是真的。你出来见我吧，不会花你太多时间的。可是你不要再理了好不好？彼得很给我面子，才放过你的。拜托你不要再有麻烦了。可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啊。我没空。算了，老实跟你说吧，我现在要去见的是老虎。什么？那个要当你妈的女人。贺雪美，她是怎么找到你的？那已经不重要了。他老是阴魂不散的说要跟我谈谈，我不就出来听他要说些什么了？他会有什么屁可以放？说来说去还不是一样的话。他就是要劝你去报警，叫你去接受辅导。你愿意吗？不愿意是吧？你还理他干嘛？艾比啊，你听我说，你不用担心欠大龙，还有其他钱的问题。你又干了什么事？你出来见我后，我再详细的告诉你。Hello， 虎妈阿姨，你快来啊！什么事啊？妈咪她……玛格丽特，玛格丽特，
小林，玛格丽特，陈凯，哎，我接到玛格丽特的电话，叫我快点回来。那他怎么说？我还来不及问他发生什么事，电话就挂掉了。我只打回去，就一直打不通，所以就回来看看。刚才小林也是有打电话给我，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可是我忙着开会，也没问那么多。可是后来想想，好像越来越不对劲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今天很开心，想要请我吃饭。我和他说我今天很忙，走不开。我就问他什么事那么开心，他说他自由了，想要请大家吃大餐庆祝一下。可是后来他的情绪又直转直下，他说他想不到她老公 David 可以做得那么绝，还说他在外面一定有女人。他中计了，她是全世界最笨的女人。哎呀，总之乱七八糟的。他在这里有没有谈得来的朋友？好像没有。你再想想看，他最可能去什么地方？想不到。哎，慧心，你一直在家里吗？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？慧心，今天早上你小姨接到律师的电话，说你姨丈已经同意离婚了。我担心你小姨受不了刺激，会去做傻事。慧心，你也了解你小姨的性格，她冲动起来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要是你知道什么的话，告诉我们吧。你回答我好不好啊？慧心，小姨或者是玛格丽特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？玛格丽特来敲我的房门，哦，叫我让她进去。那你有没有开门啊？没有。那玛格丽特还有没有说些什么？她说，妈妈要带我去自杀。什么？那然后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听到玛格丽特这么说，你也不出来问清楚发生什么事？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要骗我开门？那你分不出她的语气是认真的还是骗你的吗？分不出。分不出，那就更应该要查清楚啊！你暂时离开一下电脑，出来关心一下，会浪费你很多时间吗？整天对着电脑，对到自己也像电脑一样冷冰冰，没有感觉了。陈凯，冷静一点。学美呀，玛格丽特说她妈咪要带她去自杀，一个小孩子会开这样的玩笑吗？她可能是在敲门求助呢。可是她门也不开，拦也懒得问一声。还有啊，我刚才整间屋子找他们，她明知道发生这样的事，她也不出来跟我说一声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啊？你给我站住！如果你不把这里当家，不把这里每一个人当做你家人的话，你就不要住在这里，给我出去！陈凯，学美，我忍了很久了，能忍的我忍，不能够忍的我也忍。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，我没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想做一个尽责任的爸爸，孩子们一定也感觉得到的。慧心也不是像你说的那么麻木，你忘了，慧妍闹情绪的时候，是慧心去阻止慧妍去破坏校长的车的。慧心也许不够敏感，但是绝对不是麻木，不是对家里的人没有感觉。够了，少在我面前演戏，我最讨厌这种双面人了。你说什么啊你？还有，以后你不用生气，不用觉得委屈，你要我走，我走就是。慧心，你要去哪里？不要管他了，让他走吧。既然他要我走，那我就如他所愿。慧心，别这样，你爸爸只是一时说气话罢了。放开我这个恶心的女人！慧心，放开我！啊，学美，你怎么那么野蛮呢？你流血了。我没错。你陈凯，慧心，学美，让他去吧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让我们在外面吃苦头，才知道家里的重要。慧心的性格跟浩莲的不一样。学美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把慧心追回来啊！可是你的额头在流血啊。我没事的。学美，怎么样了啊？头有点晕。来，我送你到医院去。不用了，你快去追慧心啊！还有，去找玛格丽特跟小林。可是你这样子，我没事的，我妹妹就住在附近。等一下我打电话叫她送我去医院。去啊，去啊！到了医院打电话给我。
你不是说他家有4个孩子，还有一个刚从澳洲回来的小姨子吗？嗯哼，那为什么你跌到头破血流，一个帮你的人都没有？什么头破血流？别这么夸张好不好？他们刚好都出门了。他们都出门了，那你去他们家干嘛？打扫做家务。姐，你都还没有嫁进去，干嘛这样伺候他们呢？这怎么了？火气那么大？我是心疼你呀，姐，你好不容易拿个长假，为什么不要出国游山玩水呢？这样好了，待我回家呢，去帮你上网订机票、订酒店，送你一个3天2夜游。才3天2夜啊！要送就起码来个14天超级豪华游，怎么样？哇，好啊，最多我申请破产。学美，你的伤势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是皮外伤，只是我觉得有些昏眩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做个扫描比较妥当。扫描做完了，现在正在等报告。你找到小林了吗？我找了好几个地方，可是都没有他们的消息。不过我已经给小林发了电话留言，希望他听到后马上联络我。慧心呢？慧心的钱包、手机还有平板电脑都放在房间里面，我想他一定会回去拿的，所以我叫慧妍回家等着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他大姐回来的话，就千万不要再让她离开。不过慧心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。慧心是一个既敏感又倔强，也很容易受伤害的女孩子，因为她曾经被欺骗、被伤害过，所以不再这么容易相信别人。我真的很担心她。你不用那么担心了，她什么都没带，没钱、没手机、没电脑。我想她不会在外面待太久，一定会回家的。我反而担心她为了表示决心，坚持不回家。好心理啊，姐，多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跌到头破血流，刚才还嚷着头晕，都伤成这个样子了，还去关心别人家的事。陈凯，我问你，我姐在你家发生了什么事？她真的是不小心滑倒跌伤自己的吗？本善美，姐，你不要说话，好好休息。你老实的回答我的问题。是，你说的没错，你姐不是不小心滑倒的，她是被我大女儿推倒的。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。哎，我姐到底哪里得罪了你家大女儿？她这么粗暴对待我姐？对不起，那都是我的错。我家里出了点事，我在骂我大女儿的时候语气重了一点，她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。那学美为了阻止她离开，反而被她推倒。太过分了！我姐如果有什么事，我一定追究到底。会有什么事啊？好好在这里的。姐 ，Excuse me， 你不要老是护着她嘛。我一开始就不赞成你们2个交往。现在我索性把话给说白了，即使你侥幸没事，我要你跟他分手。怎么那么久才来啊？你以为我像你那么空闲啊？我需要赚钱的啊。有客人要我，当然是去服务人家。client， 真的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大生意？你什么意思啊，陈浩仁？我不是来这边看你发脾气的 ，OK？ 你知道我在这里等你多久了吗？又没有人叫你等我，你等得不耐烦，你可以先走啊。早知道就不来了。喂，艾比啊，干嘛啦？我只是担心你啊。我打电话给你，你又不接。手机没电了。哎，没事。如果你叫我来，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，我真的会给你一拳。不是啦，那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去找那个 Robert 撩了。你真的是神经病啊！谁叫你去找他的？你不是说他是你老爸的好朋友吗？那又怎样啊？就算我爸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，我也无所谓。反正我不稀罕那样的爸爸。笨蛋！如果你有一个像我家里那样的父亲，你就会知道，你老爸其实已经对你很好很好了。
知道他是怎么对我们的吗？他逼得我妈跳楼，害得我弟弟的手被仇家打断，害得他现在很自卑，不要上学，不想交朋友。我会出来做生意，也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。你爸比那个人好1000倍10000倍，你知道吗？我妈也是被我爸害死的。那是意外，跟你老爸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！要不是因为他没用，没办法照顾我们一家人，我妈哪里需要那么辛苦啊？一边做工，一边照顾家庭。她一定是因为太累，才会被车子撞。可是你老爸不是也很努力吗？像那个人，整天只会当个流氓，吸毒、卖毒品。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羡慕你，有一个那么疼你的老爸。所以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什么断绝父子关系的话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也不应一声啊！听到了啊。你去找罗伯要干什么？给你的。你去跟罗伯要钱啊？当然不可以放过那个老混蛋啊！先砸出他3000块，接下来他每一个月给你3000，直到满5万为止。错，直到我们满意为止。你不满意，我不满意，他就得一直给到他死为止。那只老虎果然说的没错。他说了什么？陈浩莲是个随时都会闯祸的家伙。你干嘛听那个女人乱放屁啊？他只会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。我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你应该听他的话，好好去读你的书，不要再整天干一些自以为很厉害的事情了。我知道你很想帮我，可是我的事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决的啊。说的难听一点，你根本就帮不了我。所以我拜托你不要再去找罗伯聊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想给你带来麻烦，你明白吗？ Abby 啊，你不用担心的 ，Robert 不敢不给钱的。如果他敢玩我，我就把他打到他趴在地上。够了，陈浩莲，你知不知道你越来越像那个人了？动不动要人家好看，要把人家打到趴在地上。你要当流氓是吗？去敲诈、去打人，那是你的事情，但是别跟我扯在一起。我 Abigail 的事，跟你陈浩莲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算是我求你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，好不好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会再看到我。我陈浩莲说得到做得到。如果我再打电话给你，我就不是男人了。对不起。不领情就算了。慧妍，慧妍啊，慧妍，你大姐回来了吗？哦，你大姐回来了吗？哎呀，你看我守在这里就知道没有啦。你呀，整天戴着耳机当低头族，要是家里进了贼啊，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搬完了，我看你都不知道。哎呦，Daddy，我没有那么差劲啦，我有雷达系统的 ，OK？ 不信你去搜整间家，看你们大姐的重点。那你大姐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啊？没有。难道被学妹说中了？
学的比我还要了解慧心，我怎么当人家爸爸？不过小姨跟玛格丽特倒是回来了。那他们呢？那你有没有发觉小鱼不对劲的地方啊？有，他怎么样？她从进门到上楼都没有讲过话。那很奇怪呢。也许对别人来说不奇怪，可是对小姨来说很奇怪。更奇怪的是，连玛格丽特都没有讲话。他说：“妈妈要带我去自杀。”玛格丽特，玛格丽特，玛格丽特，玛格丽特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怎么叫也叫不醒你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我不是生病，我只是累得快不行了。为什么会这么累？完了。玩？我玩得我全身骨头都痛，肌肉也痛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就是到现在没玩过那么疯 ，crazy。可是我听慧心姐姐说，你妈咪要带你去自杀，是不是真的？妈咪的确是有这样说了。她接过律师的电话后，就变得很古怪，笑个不停。突然，她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。我就问他什么地方，他说他要带我去一个我们会开心的地方。我听了吓死了。为什么会吓死啊？因为有看过一部戏，戏里面的妈咪也是跟她的女儿这样说，结果她带她的女儿去自杀。哦。我以为妈咪也会跟戏里面的妈咪一样，所以我才打给胡妈阿姨。但是被妈咪发现了，她把我的电话收起来。然后我就向慧心姐姐求救，但是她一点也没有理我。结果呢？那你妈咪带你去哪里啊？去丁邦了。去主题公园玩啊？我也是很 surprise， 妈咪好像疯了一样，什么都要玩。以前我要跟她玩 roller coaster， 好像要她的命一样。但是这次我们一连玩了3次，我们还有玩变形金刚、恐龙山洞，我们还有去 waterway， 累得我一回来躺在床上，动也不能动了。那你妈咪呢？我妈咪？妈咪呢？小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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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咪，小玲，小玲，小玲，醒醒啊！小玲。谢谢 ，Margaret， 不要难过了啦，妈咪没事啊。小玲啊，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。姐夫，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，真的很难受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付出了青春，付出了心血。当初我嫁给他的时候，他的前妻留下了2个孩子，一个3岁，一个5岁。这些年来，都是我一手把他们长大的，可是到最后却得到了什么？
你的付出 ，David 和他的孩子们一定感受得到的。人心是肉做的，我就不相信他们没有感觉。只要大家拿出真心，拿出诚意，再棘手的问题也都能够解决啊！再艰难，也不能够走上自杀这一条路啊！我们就像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小风帆，海面上有时风平浪静，有时惊涛骇浪。风平浪静时，我们享受眼前的美景；惊涛骇浪时，也要咬着牙关挺过去，别让大浪给打翻了。姐夫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讲这么长的话。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么会讲话的？我哪会说这些啊？这都是学美的话，她让我在和你闲聊的时候劝劝你啊。这只老虎，它真的很厉害。它怎么会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？妈咪，我们阿姨关心你，姨丈也关心你，我也关心你，爱你，你不要再自杀了好吗？妈咪真的很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做这件傻事来伤害你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你原谅妈咪好吗？我原谅你。I'm so sorry. So sorry. 是啊，没有，是他不让我打电话给你的，他害怕你会认为他在用自杀的手段来威胁你嘛。还好我发现得早，要是晚一步啊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他当时晕过去了，洗手盆里面啊，全部都是血啊。你要马上过来。哎，好啊好啊，不过你不要告诉他是我跟你说的啊。OK， 拜拜。安哥，原来我弟弟这么阴险狡猾的啊。小姨只不过是受一点皮外伤，你却说得惊天动地的。这叫做善意的谎言。难道你不想玛克丽特有一个完整的家？用意虽好，不过还是无法掩盖你使用奸诈手段的事实。干嘛？破财消灾啊！给我100块，我就帮你保守秘密；要不然我就去跟学美阿姨告密，揭发你阴险狡猾的一面。那我给你200块。啊！如果你能够帮我找回你大姐。哈，这有点困难吧？大姐都没有拿手机，要怎么找？想办法啊！有啦！那么快？这叫现炒现卖，准备好你的200块吧。慧清，先吃东西啊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为什么找我？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找，刚好我的口袋有你的卡片。哦，我刚好有空。如果我真的在忙，或是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我可能连电话都不会接。反正电话我接了，我也来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需要我帮忙的事情，对我来说一点困难都没有。这个答案可以吗？有一间 hotel service apartment， 马上就可以住进去了，地点不错，租金也不贵，1800，先交2个月租金。不行，太贵了，我只需要个床位。单身女孩安全最重要，你不要担心钱，只要有才华，想养活自己绝对不是问题。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公司啊？可以吗？我刚好需要设计人才。可是我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。那就3个月试用期，如果我们互相觉得不适合，就终止合作关系。起薪2800，扣掉你的房租，你也剩下不多。但是年底会发花红，一般介于3个月到6个月，你可以接受吗？那我先帮你安排看房子。我可以借现在的平板电脑吗？可以啊。姐，家里发生大事了！
小姨因为姨丈要跟他离婚，带了玛格丽特去自杀。慧心，慧心，你吃完我带你去看房子。好啊。哦，大姐回复我 email 啦，快看看他怎么说。一定是说马上回家。啊？怎么了？我跟大姐说，小姨带玛格丽特去自杀，水美阿姨进了医院，而你因为受不了打击，突然间晕倒，怀疑是中风。你这小家伙，这种话能够乱说的咩？哎呀，弟弟，这叫兵不厌诈。我是要让大姐知道，在这种重要时刻，她应该发挥她的大姐本色，快点回来家里主持大局。那你知道，她却说，他怎么说？你们不需要我，我也不需要你们。不需要你们，不需要你们。弟弟，弟弟，你不是真的中风了吧？惨了，弟弟真的中风了。碎嘴巴，好说不说，干嘛说弟弟中风啦？真的是无情啊！你没有中风吧？我看那也是迟早的事。哎呦，弟弟，你也不用觉得太难过啦。你别忘了，你有一个重型武器——超级虎妈，只要请他出马，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。你们分手了？别胡说！那你干嘛摇头？一提起你学美阿姨，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她。她说我和她的交往必须要得到你们4个人的祝福，所以她一心和你们打好关系，帮你们解决难题，关心你们的未来。她甚至被你大姐推倒受伤进了医院，她还是那么关心她，还一直叫我一定要把你大姐给找回来。可是你们是怎么样对她的？哎呦，弟弟，我不是个不懂得感激的人，我有跟他 say thank you 啊。不信你去问他哦。好了好了，还算你有心了。不知道学妹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学妹，我刚才听到盛美她说，是不是报告出来了？到底怎么样了啊？你听到我说什么了？你叫你姐不要丢下你，你姐她到底怎么样了？既然你已经听到了，我就老实告诉你，我姐被你的女儿害得脑出血，医生还说情况会恶化，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好了，盛美。嘘，姐，你不要讲话。医生说你讲话也会影响病情的。学妹，那你不要说话，你不要说谎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当初我为什么要逼你跟我相亲？为什么要你和我在一起？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如果当初你不理我，你没有跟我在一起的话，那你今天就不会这样。我真的是混蛋，我真的是混蛋，我真的是混蛋。你现在自责有什么用？医生都不肯帮我姐开刀。我去找医生。你去哪里？你让开！我去求医生，我去求医生，一定要救救你姐，我不可以让学妹有事的。让开！好了，算你还有良心，原谅你啦。陈凯，别管他，我这个妹妹就是这么戏剧化。说什么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剩下的最后一个亲人，那你老公呢？2个孩子呢？那不一样啊，你是我唯一的姐姐。学妹，那你的伤势，你的头？扫描报告是说我的脑部是有些淤血，但是医生诊断应该不碍事，有意观察1、2天，没事就可以出院了。不碍事等于可能会有事哦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，让我抱抱一下，哭哭一下，把心里的闷气都发泄出来，这样不行吗？我有说不行吗？
你要哭就哭，要抱就抱，不要把鼻涕眼泪擦在我身上。好了好了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才不要在这里做电灯泡。你好好照顾我姐啊。哦，走啦。吓死我了。若雅，嗯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这边呢？你说这个放这边，嗯，试一下。这个，里。哈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吧？耶！哎呦，爱死你了！我相信啊，总裁这次一定会满意的。我希望你明天能跟我一起把提案呈现给总裁。我啊，嗯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我哪里有这种资格啊？没有你呀，我还被困在旧框框里。这是我们2个人合作的结果。若雅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已经感到很心满意足了。我想大概也只有你，才愿意跟我这个笨蛋一起合作吧。你是有才华的，只是对自己没有信心，老当自己是笨蛋，所以才局限了自己的才能。我不要再听到你自己说是笨蛋了，好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以后都不说了。若雅，已经这么迟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你明天还要跟总裁开会呢。哦，这样，等一下。OK。你明天来接我好吗？好啊，不过我觉得经理一定会来接你的吧。所以呀，你要比他早一步，7点半来接我 ，OK？OK。经理啊，陈浩威，你今天公然旷工啊？对不起，经理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会叫公司扣我薪水的。没事，小事小事。浩威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处处在针对你啊？那在别人眼里，我好像在针对你，其实我是恨铁不成钢。恨铁不成钢，你懂他的意思吧？略懂一点点。我都说了，其实你并不笨啊，浩伟，我真的很欣赏你。你真的很有 potential， 你就像一块未琢磨的宝石，只要好好的打磨，一定会闪闪发亮。经理，你喝醉了吧？我虽然喝了一点点，但是我清醒得很。浩伟，我跟你说，我想尽办法折磨你，糟蹋你，不是我不喜欢你，相反的，我是要激发你的潜能。那人只要掉到最低点的时候，就会发出他潜在的能量。这一点，你做到了啊！所以你不必离开公司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会好好的栽培你。真的啊？嘘，你愿啊？那你跟我说，你愿不愿意继续留在公司？当然愿意。很好，你的前途包在我身上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好漂亮。那就决定这间喽。你是我新聘请的员工，公司会先帮你支付2个月的租金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这是你的预支薪水，吃饭要钱，买衣服也要钱，你双手空空怎么生活？不要想太多，照顾员工是我们老板的责任。谢谢你。你不要怪我多事，家人也不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人，家人也是会误会你、欺骗你，你要学会看开一点。
还有，你以后还是少见那个张国强，他这种人真的不能相信的。谁会假装幸福充满脚步？假设这